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持续来关心到的是这一场安市之乱。我们来看到执行长张学正王子复仇记正式开打。今天要来看看的是，当初张学正豪砸了338亿来救安市，赚钱之后却被荷兰给抢夺走。中国这一回要强势的反攻了吗？尤其针对了晶片市场，欧洲现在是在求中国来帮忙啊！晶片寒冬也要全面来袭。今天的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题，张学正这一回王子复仇记全面启动，他会怎么样来整顿？等到回到安市之后，会怎么样来整顿内部？而当初联手捅他的3位外籍高层，他会怎么来做处理整顿？会把他们给fire 掉吗？张学正当初是如何辛苦接手安市，将他整顿从一个不赚钱的公司变成今天的金鸡母，如今又被荷兰抢去，他吞得下去吗？第二点，习川会才刚落幕，川普都不想要再搞这一出戏了，针对安市的戏，川普不想要再玩了，为什么荷兰还是如今要硬碰中国？底气，荷兰的底气到底来自于哪里呢？第3点，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确实这样子的安市风暴已经持续的扩大，已经波及到的就是欧洲跟日本的这一些车厂，现在已经确定了日产会来减产它的部分的汽车，欧洲的整体汽车供应链冲击到底有多大？这一场风暴持续进行当中，今天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来看到中核的安市之战哦。原本以为川习会结束之后，中美已经默许恢复安市的贸易，11月1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态度也是转为和缓。他说，中国商务部宣布要恢复对于这个晶片的出货。没有想到，我们来看到的是，才过3天而已，11月4号，中核现在是传出来有签了这个协议，叫做中欧稀土与半导体供应链临时的协调纪要。那么协调的主要是在人事跟产能上面有了重大的一些突破，包括特别承诺11月7号前何方同意恢复中国籍的前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11月13号前会解冻总部资产跟中国的业务的授权。但是现在外界比较关注的消息，就是有关于大家最在意的这一场股权的控制权。荷兰在这场协议当中并没有提到任何的字，也代表荷兰现在还不愿意放手。来看到，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当天的下午，也就是同一天哦，11月14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就特别点名了，他说10月26号的时候，荷兰单方面的终止供应链晶圆，导致中国的生产线停摆，才会造成这一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乱。外界也普遍认为了，当初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安市之乱，就是因为当时安市内部有3位高层，他们都是外籍人士哦，被指就是他们让张学正下台的，包括他们的法务官、财务官跟营运官。因此这一次张学正回国，大家就在看他会怎么样来处置这3名的这个外籍高官，被视为是一个王子复仇记。他要夺回的不只是职务而已，而是被荷兰夺走的中国晶片话语权。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张学正背后有中国的政府的支持、国家的支持啊，所以他的底气很够。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只是他个人的战争。也是汽车晶片的战争，中国要掌控有全世界的汽车晶片的主控权。另外一个部分里面，那当然也是公司跟他个人的战争嘛。我们很清楚，因为我记得我当初最早大概在1991年，我到法国去读书，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手提电脑正在兴起的时候，台湾的3C产品正在起来，台湾有很多的跑单帮的或者有很多的厂商，他们就到荷兰去试点我那时候也有几个朋友他们是台大也是电机工程毕业的，也是在这个电脑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本身也带了一些厂商的代表，也包括了台湾的后来著名的企业我们不讲名字他们都到荷兰去。在跟荷兰交手之后，就体会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荷兰人在欧洲人来讲被著名的小气，没有诚信，
会吃掉人的东西啊。他们在欧洲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跟荷兰人做生意啊，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什么信用卡的，也没有什么，一定就是我电脑给你多少，我钱要收多少，而且要收的是现金。这个就是我最早在30几年前，在欧洲的时候，跟我的朋友们，他们对于跟荷兰人交手经验中最深的体会就是荷兰人很不可靠，他们的最深的体会是这样。那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坦白说，我一知道的时候，我并不意外，因为马上回想起，30-40年前我们的台商在荷兰所遭受到的待遇，他们说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吃掉，他们是很狠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他们也想把这个安氏把它吃掉。那当然背后查出来的是美国，因为中国大陆很早就放出这个足够的证据跟讯息，因为在荷兰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有很多都是跟美国有关的。我相信这次在吉隆坡的会谈跟在这个韩国的会谈里面，应该是有可能极有可能有谈到这个部分。是。那很明显的，美国也知道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美国的汽车厂商，因为你也知道，在晶圆这个部分，最后的封装跟封测是在中国做的。那一旦晶片进入了中国，那出不去的话，对于美国的厂商，现在日本的尼桑已经直接讲了，它已经停止这个生产制造了，因为晶片没有进来，也影响到欧洲的汽车厂商这么多，也包括美国的厂商在内。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就有一个最终的，就有点像稀土的这个关键的这种杀手锏在里面。是。虽然你的前端都是在荷兰做，但是最后的这一端是在中国做，中国不出来你也没用。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较量中，美国也知道，也影响到他自己的汽车业，而且也吃不下，因为中国就是用稀土，用各方面来跟你打。对。那最后荷兰撤，我个人认为张学正上来了以后，这3个人都要开除。没有话讲。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因为在欧洲做生意在跟西方人打交道大家是比狠的，你不狠，你软，人家你不狠，你以为你是宅心仁厚，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你软弱，你不行，你有本事你就把他们干掉。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干掉他们，3个人一个都不留，而且他们的派系的人，所有全部都要马上即刻清理东西，滚出去。我想这是张学正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好，所以张学正上台之后，很有可能就是立刻的开除这3个外籍人士大家把他视为是叛乱分子。那么我们之后就是要看张学正的动作。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为什么张学正他今天可以如此的愤怒？因为呢，他其实当初拿下这一间公司是费了很大的力气。2018年的时候，他率领是文泰科技砸下了300多亿的人民币，收购了安氏，而且他耗时了2年的时间，分成3个阶段才成功的拿下100%的持股，实现了全面收购，是当时被视为是中国半导体行业规模最大的一起跨境的并购案，也展现了这位是张学正当时破釜沉舟的精神。我们请导播来看到下一章，而我们关键的来看到的是，为什么半导体业务当时这么的赚钱，荷兰却是轻易的放手呢？主要的原因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一开始安氏并不是怎么样赚钱的公司，是在张学正的经营努力之下，才华丽转身变成今天很重要的半导体金鸡母。那为何安氏卖给在文泰，也就是张学正接手之后，可以快速的增长？关键点其实就是落在中国的市场。我们来看到，在收购之后，安氏的中国市场的营收是快速的暴增，从25%的占比，一口气几乎是2倍到了50%，并且中国一直在发展新能源车靠着新能源车的浪潮，车规的这个晶片月产能才可以达到80万片，支撑了它的全球15%的一个需求，瞬间的。安氏的毛利率从过去荷兰人经营时的25%狂飙到38%，产能利用率大幅飙升到95%，也坐稳了他们的一个经营模式，也就是在欧洲做研发，在中国还有东南亚国家做制造，并且在全球做交付的一个关键枢纽所以接下来要请委员来带我们看，川习会川普本来都已经让步了，为什么荷兰还要逆风跟中国持续杠去？而张学正花了这么大的努力，
把不怎么赚钱的企业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金鸡母，为何这时候被这个荷兰给抢去？这个被偷走的胜利，张学正除了开除这3名的外籍人士之外，还会怎么做？王子复仇。国家有2个义务，一个是保护自己境内外国人的权益，一个是保护自己人民在境外的利益。这是国家是否有能力的2大焦点。现在张学正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外投资，遭到了这么无理的对待，遭到抢劫。幸好他有一个祖国叫中国，在外面给他撑着，所以他今天可以讨到相当的公道回来。但不幸，因为他的祖国是中国，所以他今天才温吞吞的去跟人家讨价还价。如果他的祖国是俄罗斯的话，那3个外国人马上被看报得丢到阿姆斯特丹的海港里面去了。中国就是和平的一个道路，所以不会采取这种激烈的手段。我讲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哦。大家想一想看，前几天不是有个俄罗斯的影子游轮吗？被法国的海军陆战队扣押，马上就放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就放话。你法国的船队是全世界第3大的船队啊，要从地球上消失是很轻松的事啊。法国马克龙再爱斗嘴，不敢吭一声，赶快放啊，赶快放。这个就是国家的实力，还要加国家的手段。中国是有实力，但是没有狠的手段，愿意跟荷兰和平相处。所以如果是俄罗斯的话，你那3个早就看报的啦，哈。现在这一场仗是中国一定赢了，只是时间问题了。那因为会给荷兰压力，也不只是中国还有这个德国啊、日本啊，都会给他压力哈。那荷兰这是丢脸丢他。其实说穿了，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这个案子是100%的贪污案，不是大家想象那种什么企业都不是。他怎么贪污呢？回过头来，那3个老外的照片，这3个在干什么？他们这3个在做的动作，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投资银行的叫做 leverage buyout， 就是我是主管，我想控制这个公司，可是我没有股权，我该怎么做？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去外面找钱，比如找投资银行啊、保险公司提供资金，然后让我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买下来以后，轮到我们的管理团队来控制这个公司，这个叫 leverage buyout by management， 全文是这样子的leverage 就是外面借钱，杠杆buyout 买下来by management 管理阶层这么做的。可是这个做了，他们通常要有政府单位的配合。那政府单位要配合的话，第一个就是说要找法律，让政府单位有个漏洞可以使用。这个法律是什么？他们用的表面上是什么几十年前的法律，其实最主要的支撑点就是美国把文泰科技先列为一个制裁对象，然后再加上50%的法则，你的子公司也要跟着被戒。他们用这个理由去告诉荷兰政府，你看吧，安斯半岛有没有制裁啊？前途茫茫啊！然后你要批给我们，冻结他所有的财产，冻结他所有的职权，由我们几个人来控制这个公司。换句话说，他如果用这个方式来控制安氏半导体的股权财产的话，他很轻松的在外面找到很少的钱，就可以来买下这个公司，不用那么高价钱来买。这是很标准的偷窃跟抢劫。那你说荷兰的财政部长懂不懂？经济部长懂不懂？当然懂，当然懂。那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因为要收红包。这一定是很大一笔红包。我公开指控荷兰政府这个过渡政府要下台，准备捞一笔钱，因为这政府已经选输了嘛，正要下台了，所以整个下台之前，这些人要准备捞一笔大钱，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干。那这个东西，中国对荷兰绝对不可以手软。好，所以看起来从荷兰的官员开始有收贿的问题引发了这一系列这样子一场大风暴。但是厂商是无辜的，不管是欧洲车厂或者是日本车厂，他们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掀起的是全球的晶片恐慌。来看几家重要的厂商，日商先来看本田部分的海外工厂10月28号被迫减产停产之后，最新波及的是日产，
你上哦，部分的九州厂自下周起也会开始减产它的畅销车款休旅车。德国的采孚埃也被迫中断，员工要放起了无薪假。另外是博世旗下的工厂已经准备了要休假保命。来请将军带我们看到这一场汽车业的晶片寒冬。另外安世之争，将军又怎么看？中核最后谁会赢？我跟你讲，中国绝对不会输，而且一定非赢不可因为这个当然我们表面上面好像是两家企业的这个经营权之争，但是背后所代表的含义，代表中国跟欧洲两大这个集团的一个这种互相对抗。那试问一下，如果说安世这件事情中国让步来讲的话，那以后来讲，所有欧洲企业会不会有样学样？中国在这边比较好的、已经经营有利的金鸡母，他们就用这种抢夺、掠夺的各种手段把它抢夺去了。那此风不可长，此利不可开，这是第一个。所以中国非要把这场仗打到赢不可就动员所有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资源跟力量都要赢。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中欧这两个地方来讲的话，后续以后来讲，大家还是要彼此互相的合作跟共存那不能说借着用这种博弈、互相斗争的方式，那对全体来讲的话都不会有利的。所以这场战争所后面代表的含义，不只是安世这个企业权的争夺而已。那为什么我说中国一定会赢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家安世这家公司，它是主要什么？它是做汽车的这种半导体，也就是说，我们车子在开的时候，一辆车子大概有500片的晶片那个晶片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晶片，不是甚至于连成熟晶片都谈不上，它大概将近1-2千纳米的那种晶片一辆车子大概有500-600片，但是是在安世在荷兰那边做出晶片，然后完了以后，它到哪里呢？到中国的东莞、广东这边来做封装。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一个晶片你制造出来以后，经过设计，然后制造出晶片，然后完了最后要封装，封装完以后你才是可用的晶片。所以最后的这个出口端是在中国这边。那现在来讲的话，双方争夺到前一阵本来说11月7号的时候，已经有缓和迹象，也就让张学正回去再当CEO。但是没想到这个安世集团居然在这个时候又说了一句话，他不将这个晶片送到中国的东莞厂来做封装那等于说断了我没有晶片给你，那你看你怎么卖？对。可是问题是说，我说中国为什么会赢？第一个，在中国东莞厂，它还有很多库存，它可以现在用人民币供给在中国设厂的汽车公司，供给他们来使用，它还有库存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它不是很难的晶片也就是中国包括到中芯国际都可以制造出这种晶片，我只是后续来讲的话，到这个地方去安装嘛。那第三个，我认为张学正还有一家公司就鼎泰匠芯片公司，它一样可以设计它以后来讲的话，我用人民币来交易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中国在这方面一定会尽全国所有力量来帮助张学正以免欧洲其他的企业或其他国家政府有样学样，那确实是做了最坏的示范。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